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我叫刘小娟，我的老公叫方文山，两人6年前通过朋友介绍认识，后来顺利结婚。今年是我们结婚的第6年，我已经生了2个可爱的孩子，1儿1女，十分幸福。我们家虽然不算是特别有钱，但是都是北京户口，再加上老公辛勤老实，我勤俭持家，日子还算是不错的。公公去世的早，婆婆跟着我们一直住，家里算上婆婆家里一共5口人，每天我除了上班，还要操持家里人1天3顿饭。不过周1到周5还算轻松，2个孩子都在学校寄宿，一到周6周日可就忙坏了。这不，周日晚上孩子们走了，家里也没什么余粮，我便准备出门买点。小娟，我跟你一块去吧。婆婆穿上了件衣服，准备跟我一起出去。我点点头，也没有拒绝，毕竟就当一起遛弯了。晚上走着最熟悉的那条街道，最近秋风起了，晚上还是有些冷。婆婆跟我聊着天，一边说话一边走。是啊，不过菜市场上现在上了很多白菜、萝卜，咱们多买点，炒菜熬汤都好。我回应着，还想说些什么的时候，却好像看到旁边的一辆车里，主驾驶是我老公。我当即愣神，竟然没想着一探究竟，而是往前快跑了2步，确认自己没有被发现。婆婆在后面见我跑了，还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也快走2步追了上来。哎呦，媳妇你咋了？跑得这么快？我没理会婆婆，眼睛还直直地盯着那辆车，脑海中不断翻涌刚才的画面，主驾驶的男人和副驾驶的女人正在耳鬓厮磨，激烈地热吻着。和方文山生活了这么多年，我不会看错，80%那就是方文山。轮廓、外貌都是那么的相似，只是不知为何，我越是笃定，却越是不敢亲自上前去揭穿。最后想了很久，我拿出手机，随后不断放大画面，准备把车牌号拍下来。这样的话，应该可以去店里面查一查车主是谁，以求证实。不过其实在看到车标的时候，我又有些笃定不会是方文山，因为那是宝马。我俩结婚这么多年，虽然有一辆比亚迪，但是方文山为了省钱，每次都是公交车或者地铁，怎么可能凭空冒出一辆宝马呢？就在我差点要按下快门的时候，婆婆在一旁拍了拍我，力气大的，我差点没有拿稳手机。当我再次拿起手机的时候，婆婆还指责我：哎呀，跟你说话呢，你也没听见，出来一趟跟丢了魂似的。我来不及解释，但是已经到了过马路的时候，我和婆婆只能先过马路，走到另一边。我翻看手机的照片，因为婆婆的那一下，我只拍到了模糊的马路。转头看了看那已经快要消失在视线里的车，我觉得是我自己想多了。晚上买了大包小包的菜回家，回到家后，我还是没看到老公的身影，心里不禁打鼓。妈，方文山怎么不回来？今天是周日，难道去公司加班了吗？好像是说有点事，去找客户了。婆婆想了想，跟我说道：方文山在一家公司里卖保险，加班是经常有的事情，其实并不奇怪，只是今天看见的男人太像他了，我才如此疑神疑鬼。来，媳妇，咱俩把这个白菜洗洗，腌成小咸菜吧。婆婆一边弄着一边跟我说。我赶紧点头答应，跟着一起弄。婆婆，昨天我听说咱们隔壁那个男的出轨了，孩子媳妇都不要了，直接跟那个女人跑了。你说文山会出轨吗？我小心翼翼地问道。当初嫁给方文山，是觉得虽然没什么大钱，
但是她家里风气好，婆婆也通情达理，是个爽快人。所以这么多年，我和婆婆的关系也不错，心里有害怕的地方，也就问了问。婆婆直接哈哈大笑：“你今天是怎么了？疑神疑鬼的。隔壁那男的出轨，是跟别人合伙开了个公司，有钱了，发达了，这才找个漂亮闺女出轨。咱们家这两袖清风的，谁愿意跟着方文山啊？你大可放心吧。要是有一天方文山出轨了，我第一个向着你，大棒子把他打出去。”听着婆婆这么说，我心里好受了许多，倒也没有胡思乱想了。第二天晚上，老公按时下班回来，我正好做好了饭菜，老公，赶紧吃饭吧。方文山显得兴致不高，一脸疲惫地坐在饭桌上，像往常一样吃了几口饭菜，就准备洗澡睡觉了。每次方文山加班回来都是这样，我难免有些不乐意，觉得他是在给我摆脸色。这次又遇到什么难缠的客户了？这么没精打采的。结婚这么多年，方文山哪里都好，只是每次工作遇到难缠的客户，回家之后脾气就不太好。我俩起初还总是因为这件事吵架，不过后来孩子都生了2个，这点小事我也就不计较了。男人嘛，没什么大问题，也总会有点小脾气的。只是因为那次的事情，我的心情难免有些波澜。方文山看了看我，眼神中带着歉意：“抱歉呐，老婆，我有时候总是把工作上的烦心事带到家里来，会不会让你不舒服啊？”说着，他还抱住了我的腰，亲吻着我的手背。多少年的老夫老妻，很久都没这么暧昧过了。上次同房还是3个月之前了，偶然这么浪漫一次，我心里那点怒气一下子没有了，也觉得自己有些过分。毕竟方文山这个工作性质我是知道的，何必咄咄逼人呢？没事，你也挺不容易的，赶紧吃点东西，早点睡吧。我拍了拍方文山的后背，说着关心的话。方文山点点头，吃了点东西后回房间睡觉了。我睡在他身边，用手轻轻揽住他的腰。我本来没有那么强烈的欲望，但是方文山刚刚的举动让我的心思有些萌动，仿佛回到了当初的时候，所以我贴在他身上，在他耳边说道：“老公，明天你要不要？”说着，我的手在方文山的肌肤上画着圆圈，从他的后背到他的下面敏感地带。方文山咽了咽口水，转身配合地抱住我，一双大手伸进我的衣服里，娴熟地将贴身衣物脱掉，随后便是睡衣，衣服散落一地，他将我压在身下。许久没有配合的我们，竟然有些生疏，但是肌肉记忆还是存在的。这次同房，因为经过了太长时间，所以我们2个都有些小别胜新婚的感觉。良久，方文山才结束，随后抱着我，亲吻着我的额头。最近都忙工作，忙孩子，都忽略了咱俩的2人世界了，真是不好意思，老婆。结婚这么多年，你是我们家里的有功之臣，我爱你，老婆。方文山抱着我一番情话，说得我春心荡漾，所有猜忌和怀疑都烟消云散。这一晚上，我们相拥而眠，只是半夜的时候，我起床上厕所，却从门缝里隐隐约约看到里面有光。是老公在上厕所吗？我在外面等了一会，想等他出来，但是他却迟迟没有出来的意思。我回到床上辗转反侧，不知道这是什么情况。又过了半个小时，才听到他从厕所出来的动静。不过我迅速装睡，他也没发现。虽然闭着眼睛，但我能感觉到他在我床头凝视着我，随后沉重地叹了一口气，这才睡在我身边。但也只是睡在角落里，盖着被子的一角，我心中瞬间发凉。
等过了2个小时，方文山的呼吸声渐渐凝重，我知道他睡熟了，这才起来，想要看看他的手机。不管是现在，还是我们刚认识的时候，我们2个从来都没有看过对方的手机，因为我足够信任。可是现在，我却不敢信任了。拿过老公的手机，我尝试着输入密码，儿子的生日不对，女儿的生日不对，他的生日密码成功解锁。我打开微信，发现这个手机的微信和老公平时用的微信完全不一样，里面置顶的是用胸部作为头像的女孩，还有几个什么投资人合伙群聊。点开投资人合伙群聊，里面老公踊跃发言，几个人似乎经常探讨买什么股份，投什么钱。在这个群聊里，老公的发言侃侃而谈，和平时的小心翼翼丝毫不像。我带着怀疑的心情，又点开了大胸美女头像的微信聊天框，还没等我上话，那女人便发来了一张深夜寂寞自拍照。胸前的乳沟深邃，双峰突出，小腰细的好像一只手就能握住，面对镜头还俏皮地吐着舌头。发完照片之后是一串文字，今天人家根本就没有满足，老公明天记得再来一次哦。看到这里，我瞬间觉得五雷轰顶。如果之前还有什么可以狡辩、可以解释的理由，那这一次就是实锤了。我眼中含泪，上话聊天框，上面密密麻麻的是我老公刚才发送的消息。今天晚上不得不回来了。我妈说，咱们昨天在宝马车里的事情，应该是被他看见了。就算是再舍不得你，我也得回来看看他的脸色，不然真的闹起来怎么办？这个家还需要他支撑着呢。不过老公还是最爱你了，你才是我的心头宝贝，要不然我怎么让他生了2个孩子，1个孩子都不让你生呢？还不是怕你受罪？除了这些言论，我甚至还翻到了几个月前的事情。宝贝，纪念日快乐，这是我给你在网上订的礼物，一会就送到家里了，记得等我哦。亲爱的老婆，今天是你的生日，我订了高档餐厅，咱们今天晚上可以去吃牛排，喜欢不喜欢？除了这些，还有一笔笔转账记录，什么520、1314、5200，这些金额都屡见不鲜。看到这里，我只觉得心痛，心里像是刀割一样的疼。我们自从结婚以来，方文山一直跟我说，家里不富裕，所以我的彩礼都比同学低好几万。就这样，我还傻呵呵的觉得自己嫁给了幸福。结婚以后3年，我生了2个孩子，坐月子不去月子中心，就是在家里待着2个月。生女儿的时候还落下了胃病，一有点什么就胃疼难受。别说是我的生日，我们之间的纪念日我们从来没过过，就连2个孩子的生日，就连他亲妈的生日，方文山都很少过。我当初以为他就是过得细致，没有那么多男人的浪漫心思，可是如今看来，我是真的心寒啊！这样的男人，这么深得心机，竟然骗了我这多年当牛做马。最让我生气的还是我婆婆，我对她那么好，就像是对我亲妈一样。可是方文山出轨的事情，她早就知道，而且还通风报信，表面上一点都让我看不出来。亏我还对她那么孝顺，真是恶心。这一家子没什么好人。脸上似有凉意，我下意识地用手去擦，泪珠已经布满脸颊，心里也像是缺了什么一样，难受得厉害。那么身旁的方文山转了个身，发出些许动静。我赶紧恢复若无其事，把手机放在他原来的位置，躺在自己的位置上。我闭着眼睛，不知为何脑海中一直翻涌他和那个女人在一起缠绵的画面，一起甜蜜的约会，是不是也像对我一样的方式？不，应该不一样吧，毕竟那个女人年轻貌美，
肯定值得花更多的心思。可是我年轻的时候，难道不是青春貌美？难道不是水灵灵的姑娘吗？怎么就偏偏被方文山糟蹋算计，成了如今这样的黄脸婆？我不甘心，我要离婚，而且我要家里全部的资产，我还要我的2个孩子。我的孩子绝对不能跟着这样的父亲、这样的奶奶生活。只是我现在的证据太少了，我需要一些切实的照片或者视频来保证我的权益。可是这又应该怎么办呢？一晚上我辗转难眠，拿着手机搜索相关的新闻，想要看看别人是怎么捉奸的。看得多了，心里也就有了计划。于是第2天起床，我依旧做好早饭，若无其事地叫老公起床。趁着家里人吃饭的时候，我开口说道：“老公，这几天我妈身体不舒服，我要回家去照顾几天，这几天可能就要麻烦你自己做饭了。应该没什么大问题，孩子们放假的时候我能回来。”我轻声细语地说着。方文山看了我一眼，眼神中竟然闪过一丝惊喜，随后很快遮掩掉，说道：“咱妈没事吧？要不要我请假过去一起照顾？”“没事，应该就是感冒发烧的小病，加上很久没见我了，也想我，我回去看看就行。”“好，有需要我的地方直接给我打电话。”方文山拉着我的手嘱咐道。可是此刻我只觉得恶心，他在外面有第2个家，可是面对我还是装出一点破绽都没有的样子，真是够能演戏的。方文山吃完饭去上班，我也收拾东西准备离开。但是我拿的是家里的摄像机，之前很早买的了，可是谁都没怎么用过。我偷偷拿着后准备出门。小娟，身后婆婆叫住了我。我有些僵硬地转头，不自然地说了声：“怎么了，妈？”婆婆上下打量了我一圈，从厨房里拿了2盒补品。“你回家一趟不容易，给亲家母带点东西回去，要不然该说咱们不懂事了。”“行，谢谢妈。”我拿着东西就准备走，但是婆婆却才刚开始说自己的目的。男人有时候总是会犯一些错误的，小娟，咱们都是女人，终究是斗不过他们的。听到这句话的时候，我下意识地反驳道：“妈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妈老了，能有什么意思啊？小娟，你别多想。”婆婆避重就轻地躲开了我的问题，也让我意识到我有些激进了。毕竟婆婆现在应该还不知道我准备捉奸的事情。所以我赶紧也换上一副自然的样子，说道：“我只是回家看看我妈妈。”您忽然这么说一句，我都有点摸不着头脑了。婆婆看着我笑笑，云淡风轻地说道：“哈哈，很多事情啊，看着没头脑，其实很有逻辑的。小娟，妈妈虽然老了，但也是受过教育的人。可是就算是我，嫁人之后也难免受点委屈。毕竟男人嘛，粗枝大叶，哪里懂得照顾人啊？而且我生的儿子，我了解，方文山更是不知道照顾人那一套了。所以有时候让你受些委屈，你多担待。或者是察觉出来什么不对之后，你先跟我说，妈给你出头教训他。”说罢，婆婆又尴尬地笑了笑，一拍大腿说：“哎呀，我说这么多扯远了。无非是今天早上看你眼袋有点重，但是还起来做早饭，现在又回去看你母亲，怕把你累着了，话就多了些。”我看着婆婆，没有说什么，点了点头后转身出了家门。其实我不是回娘家，只是想找个机会出来，让他们都放松警惕，我才好跟踪方文山，拍到一些实质性的证据。出门之后，我去了附近的酒店。昨晚我做过调查，这家酒店环境不错，有专门的情侣房间，服务私密周到。如果有人偷情，大概率会来这里。
走到这家酒店后，我一个人开了情侣房，前台小哥还有点奇怪，不过也没说什么。打开房门后，我走进屋子里，打开窗户，这里刚好能看到我们家小区的那栋楼。用摄像机录像放大后，是能够看见我们的窗户的。婆婆正在拖地，看了一眼时间，10点钟，这个点方文山应该在上班，到晚上时间还早，我还可以休息一会。躺在床上之后，我想起了婆婆说的话，什么让我多担待一些，什么女人结婚之后总会吃点亏的，难道我吃的亏还不够多吗？为了家庭，我一边工作，一边照顾孩子，一边收拾家务，一边照顾一家老小的情绪。到头来，我发现我就是个笑话。除了孩子是我的，我的老公竟然在外面还有第2个家。我的婆婆知道这件事情，却还旁敲侧击地提示我，不要闹大，要忍气吞声，要逆来顺受。我想问一句，凭什么？我就要在闹大的基础上和他离婚，带走的孩子。白天休息了一天，张开眼的时候是晚上7点。我躲在自己房间的门后，想听听外面的动静，因为这一层是情侣住房，他们要来的话，应该是在这一层。我可以听到动静。等到9点，来来往往的人不少，但没有方文山的声音。我拿着相机又看了看我们家的房间，我实在没想到的是，方文山竟然带着女人回家了。我没看到婆婆的身影，不知道是睡了还是出去了。2人在客厅的沙发上缠绵拥吻，忘记了拉上窗帘。女人酒红色的长裙已经被脱下来，内衣也全部丢在了地上。方文山抱着她在沙发上开始摩擦，我无一例外将这些东西都拍了下来，可是我的手是颤抖的。保留好证据后，我拉上了酒店的窗帘，1秒都不愿意多看那对狗男女。拿到证据后，我是开心的，但心里也是难受的。第2天直接找到律师，希望他能够给我提供一些法律援助，并且配合我让方文山净身出户。律师说我这边有证据，到时候请求调查方文山的财产，就可以掌握他实际的财产。孩子如果都归我的话，方文山净身出户也不是没希望。得到律师的肯定后，我回到了家。既然已经准备撕破脸了，我也不打算装什么了。小娟，你回来了。婆婆见我回来，开心地来接我，但看我脸色不好，反问道：“怎么了？这是不是亲家母身体不好？”没有，只是拍到了一些不该拍到的东西。我淡淡一笑，坐在了他们昨天晚上缠绵过的沙发上。孩子，你这是说什么话呢？什么拍不拍的？方文山从什么时候养的小三？他什么时候买的宝马？你是什么时候知道他出轨的？2个人又是怎么商量着隐瞒我的？我冷漠地质问着，口袋里录音笔记录着一切。婆婆一看我问出这种话，立刻慌了，尴尬地笑笑说道：“小娟，你是知道了什么吗？我昨天就跟你说过了，男人嘛，没有几个靠谱的。当初我老公也是在外面沾花惹草，回来动不动就对我打骂不休，但是忍一忍，不也就过去了吗？何况你现在生了2个孩子，孩子不能没有父亲的。你不为了自己想想，也要为了2个孩子着想啊！听我一句劝，就忍忍吧，闹大了对谁都不好。”什么叫闹大了对谁都不好？我再也没办法忍住心里的怒气，直接站起来大喊道：“我真的不明白婆婆是怎么说出这种话来的，到了这个地步，竟然还让我忍。你也是女人，你当初看着我公公出轨的时候，难道你就不生气，你就不恨吗？你的悲剧我没办法负责，但是我绝对不允许在我身上发生这样的事情。我告诉你，不管今天结果怎么样，我都要和他离婚。”
说罢，我转身就要走。刚才的谈话说明婆婆已经默认老公出轨了，也算是证据的一种。但这时候，婆婆紧紧拉住我的手：“媳妇，你别走，婆婆求你了。”扑通一声，婆婆竟然给我下跪了。我吓得不行，但是不敢去伸手扶她。婆婆泪流满面地说道：“小娟，你就看在我的面子上，不要和文山计较了。他还是个小孩子呢，他什么都不懂，都是我不好，没有教育好他，对不起。”婆婆给你跪下了。我看着心惊胆战，还没等反应过来，身后的门开了。方文山见到我和婆婆这个样子，还以为我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，不分青红皂白的直接给了我一巴掌。贱人，你敢欺负我吗？看我不打死你！说完这句话后，几个巴掌就这样打在我的脸上，啪啪，打得我顿时眼冒金星。可是明明我没有做错什么，凭什么我要受欺负？所以我即使疼得厉害，也还是和方文山扭打起来。你还敢打我？你自己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，让你娘帮你擦屁股，你还敢打我？我要跟你离婚，我要你净身出户，你不得好死！我骂着，把方文山骂急眼了。他对我打得更厉害。我一个女人终究打不过男人，最终被他一脚踹在肚子上。这一脚下去，我腹痛难忍，不知为何下面竟然感觉到温热，还有血腥味。往下一看，鲜血已经顺着大腿流了下来。我这是怎么吗？因为剧烈的疼痛，我已经说不出话，陷入了深深的昏迷。再次醒来的时候，是在医院里。医生似乎说着什么，现在已经流干净了，子宫受损，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怀孕。这几天你们要多多照顾病人的心情，多做一些有营养的，给孕妇补身体。好的，医生，我们知道了。是婆婆的声音。我用力睁开眼睛，看了看周围的摆设，是医院。婆婆见我醒了，说道：“小娟，你醒了。你怀孕了也不早说，你知不知道这样多危险啊？你差点也有生命危险。”婆婆一脸担心的样子，但其实我早就看透了，冷笑一声：“你是担心我有生命危险，你儿子脱不了干系吧？现在孩子没了，我也没事，你们不知道有多开心呢。”小娟，你说的这是什么话？我早就告诉过你什么是正确的，你为什么就是不听呢？离婚，我要离婚，我要找我的律师。我身体虚弱，可是我真的不想再拖下去，早点离婚对我也是有帮助的。婆婆见我油盐不进，冷笑一声：“离婚？我告诉你，你现在不可能离婚了。文山已经把孩子都接到远房亲戚那里看着了，你一时半会见不到孩子。要是想离婚的话可以，你一分钱都得不到，而且孩子也不会再认你这个妈妈。”什么？你？我没想到他们竟然能干出这种事情。我的孩子，难道不是他的孩子吗？你别生气，女人是不能生气的，否则对你的身体有影响。我已经跟你说得很明白了，你要是执意离婚的话，我真的不知道方文山会做出什么。男人都是狠心的东西，何况我儿子还有精神分裂，万一他真的伤害了2个孩子，受伤难过的可就是你了。婆婆拉着我的手，苦口婆心地劝我。我看着婆婆，真的从来没见戴高她竟然是这样一个人。方文山有精神分裂症，你早就知道，你也不告诉我，你真可怕。我看着婆婆，此刻孩子不在我身边，我真的不敢轻举妄动。最后思索良久，我还是决定先顺应他们的心意，嘴上说着不离婚了，只要让我见见孩子就好。我不离婚了，我为了孩子，我不离婚了，求求你们了，不要伤害孩子，
他们都是无辜的。婆婆见我这么说，嘴角一笑，我就知道你放心不下孩子。放心吧，只要你不离婚，只要你不把这些事抖落出去，我们都相安无事。婆婆拍了拍我，给我喂糖水补身体。为了孩子，我暂时的忍耐着。不过趁着他们放松注意的时候，我拿手机联系到了我的律师，希望我的律师可以帮我报警，先找到我的孩子，我这样才能安心。律师知道这件事情后，第一时间联系了警方。随后12个小时内，警方就找到了我的孩子，并且安全地保护起来。律师也带着警察来到了医院，要把我带走。我终于见到了希望。离开医院后的第2天，我就上诉离婚，最终判定方文山净身出户，不能拥有2个子女的抚养权。而方文山名下有1辆宝马、1套房，甚至存款有30万。我拿着这些钱给2个孩子当做上学基金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